来报新玩具魔方混天豹的放大版本第2款诈骗。现在嘛，虽然还是个样板的阶段，并没有盒子，但配件的内容基本上也都齐全了。合体的大脚板和之前的吵闹一样，背后的这一块盖板变成了翻折的样式。武器方面，这回也做成了仿金属涂装的枪铁色。另外还带了一张歪嘴坏笑的替换表情。颜色调配方面，因为大比例的版本并不是全尼龙的材质了，在一些大的面板上面用了 ABS， 所以它的发色也好，上漆也好，就比尼龙的那个乌突突的效果要好很多。背后这一块的板子会变得更加的干净整洁，上边这里也是填得满满当当。所以就目前的这个效果来看，应该是称之为目前来说最还原动画片里边的诈骗，也毫不为过。这回的颜色是更加接近于动画片里边的那个沙漠吉普车了。肩炮有2种的搭载方式啊，现在是动画片里边的一种效果，掏出车型安装的这个武器架子，这个孔连接插起来，从这里可以翻出一个握把，就可以这样的形式握在手上。哇，这个长度感觉活力还挺猛的。拉近细节来看，头雕这回因为放大了以后会做得更加漂亮，2个大眼睛也是涂了这种金属漆的紫色，脖子下方这里是独立的设计，360度的旋转，抬头没有问题，肩膀的可动，来回活动扭转。手腕这里啊，在左右旋转的同时还多加了一段向外翻折。不过可动手指方面做了棉手套制的下3指连在一起，上边这里是2段的关节。胸口的挡风玻璃这回换成了茶色的透明件。背后这里因为更改了变形设计，所以背包会显得更加平整。腰部360度旋转，祖传的 Z 字折叠弯腰。胯部这里根部做了齿轮关节，裤衩子联动在一起，可以踢到很大的幅度。后裙甲这回可以打开，并且又多了一个转轴，所以后踢也差不多能踢到90了。侧踢的话，这里边也是很硬的齿轮。大腿根部左右旋转，膝盖的双关节这里也换成了齿轮，掰起来还挺紧的。对折的话，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脚踝整脚面的左右接地，拉出这个关节就可以弯折了。胳膊的变形，这一回把里边的这个双关节变成了一个抽拉的样式啊。根部的这一个地方有葫芦锁，拳头翻进去，从2头肌旋转180度，根部缩短，然后把这一块贴上来，记得把这一块缝隙压瓷实了。接着盖板回归上来。翻到后背，把备胎抠下来。这回备胎的样式跟之前的小比例版本也不同。脖子来回的扭一扭，先转到这个方向来，把这一块侧面的肩板打开，这里边有一个燕尾的锁扣，把它提上去。接着再把脑袋拧向另一侧，用后脑勺腾开空间，再挪开这块板子。好，腰部整个的打开这2个插扣的位置，里边90度翻起来，这时候就可以解锁滑动拉开了。拉开胸甲之后，脖子这块面板打开下方锁边的位置，把后边的这一块翻折下来，前面这里的脖子再往里折叠，脑袋旋转个180度贴过来，接着把前面的胸板再转180度腾到这一块来，我们就可以把肩部翻起来的这2个扣子往里折。在往里折的时候，注意侧面这里啊，其实是有一个倒着角的地方，把这个燕尾卡槽先让开，再折进去。注意这个边缘挪起来，让开，把这一片整个的翻折到里面的空间去。接着前面的挡风玻璃拉开，根部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翻转180度再推进去。从前方这里看，把这个缝隙给它插齐了，然后就可以往进钻胳膊了。在钻的时候，这里边有2个关节，注意活动的走向，旋转过来，放到这一侧以后，再往下推。这一块旋转的时候要注意，翻过来的时候往前推，推到底，让这2侧的燕尾扣子成一条直线。最后我们是要进行锁定的。2条胳膊都摆好，就可以把这个滑道放下来。
前方的轮胎左右打开里边插着的扣子，翻折出来，然后把这一条和盖板同时的拉开。这回我们再往上扣这个板子，就注意了。原先吧这一块结合其实不太好往上扣啊，因为这里边顶着的一个边和上面的扣子啊其实是有干涉。小比例的时候这一块板子特别的难往里插，而大比例的版本呢就没有那么多的干涉了，直接往上扣就好了，非常轻便的就扣合上去了。然后把这两个转过来，中间有滑槽，往里推一下，插住，变成它的保险杠。这里边打开后方的这个角度，双关节往起拉，再旋转一下轮子。注意，在轮子盘下方有一个这样的洞，对准，插入，上方的扣子再插入，结合。那么好，上半身的车头部位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往开旋转一下，把这里边的方向盘折叠出来。这个是尼龙的材质啊，还是在危险的地方用了尼龙材质，增加韧性的。旋转腰部180度，把这个紫色的面都拼齐了。这个时候再往后放，然后注意一个细节，在人行的时候，为了大腿和小腿保持一条中心的线，双关节是要错过去的。在车行的时候，记得把这一块的齿轮关节往后掰一下，两条腿这样对比一下，往前顶1尺。顺着这里抠开这里的燕尾槽和这里的插合，打开，接着往外拉一点点，侧面这里还有上下2个小的插点，整个顺着里边的3段关节啊，把它拉起来，对折，插住，往上提，前腿板竖着这2个位置有插扣，把它打开。再根据这个双关节往上提，翻出来里边的座位靠背，脚踝往下放，脚尖旋转180度，往下再对折，顺着这条腿板整个的打开。然后注意，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膝盖的关节错上去了，所以这里会出现一个插孔，只有你错到位了，这一块的插孔才能结合对上，把它插住了。这块先不要动，然后里边的这根芯儿打开，根部是有滑槽的，往上推，再锁住。后轮的位置和小比例也不太一样，小比例的时候是直接半折90度这个样子啊，这回是对折了180度。我们把它拉起来，然后又一个滑槽把它压合插住，变成一个圆的轮胎。这个时候旋转180度到外侧来，中间的滑道拉开，翻转一下，放到前方，然后结合脚侧面这个地方的插扣，把它钉死。在这块面板的根部又有一个增加了的滑道拉伸，小比例时候这儿好像没有啊，这回就可以结合了。先插入这一片，然后再把这一片包住脚丫子插合。假轮子的这块面板，根据后边的关节搓下来，和大腿的插扣插满，前面的小腿板旋转180度，再往后搓，这里边的扣子再插满。另外还有个小细节，记得边缘这里有一个挡肉的小零件翻出来，滑槽再往里插合，把所有的扣子这回就都对上了。那这一条腿我们就变完了。哇！里外的反包增加了一些变形的结构啊，但是变完形了以后，会比小比例的那个完整性更强。最后结合前方的这半个啊，腰带侧面的裙夹这里出现了一个扣子，在小比例的时候它是上下2个圆扣眼，在大比例的只有一个方的插孔，然后前面的2个燕尾锁对上，要3个扣子同时的进行插合，锁定。掏出武器组，把导弹插这头，大炮顺着这里边的工字卡槽把它夹合进去，最后车屁股的备胎将这2块锁上。
那么好，魔方大比例的诈骗就变形完成了。整体来说吧，其实在变形结构方面修改了一些之前小比例上面不合理的地方，改完之后明显在变形的流程上边比小比例的那个要顺畅很多，也增加了一些细节来让这款的车型更加的饱满。而且颜色方面的调配和武器上面全新上的这个金属漆都让这个质感更加的强烈。唯一不足的就是现在硬的 ABS 料子玩起来有一些插扣还是显得过紧，比如双腿的夹合这里，我也是打磨了一下漆面才能让它这个地方完美的嵌合住啊，可能也是因为漆的厚度关系所导致的吧。希望在大货的时候能把这一块考虑进去啊，车型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来把它变成合体的一条腿，首先依旧把备胎卸掉，左右打松，把中间的工字接口拉出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再把车侧面这里的扣子拆开，打松，然后把这一块掀开，主要是为了把方向盘折叠到里边去，就可以再锁上了。然后掏出大脚板的组合配件，翻开这块，把它整个的夹合套进去。这块还是显得有一些比较难插。好，压瓷实之后，后边这里的一个插点再结合，把小腿肚子包起来，这样腿部就会显得更丰满。驾驶舱的内部拿出来，备胎插到这两个缝隙里面，玻璃盖下来。组合形态修改最大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和膝盖连接的这个扣子了。这回保险杠180度翻下来，你就可以直接滑膝盖进去了，不像之前的版本啊，小比例的时候呢，你得把这一块拆开，然后再把这个顶盖，拆的时候还是很难拆的啊。拆开之后，再把这个翻出来，把里边的关节套进去，再以一个很难的方式把它结合插住，然后再锁边儿。虽然这样会更加结实吧，但是把玩起来还是多少有一些繁琐啊。现在只需要一翻保险杠，这个滑扣往里一滑，基本上就能结合好了。所以这一点改动也算是优化了一些操作的方式吧。拿出之前放大的吵闹放一起看一下，其实魔方这两款放大版改进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地方可能在小比例上边并没有办法实现出来，让它的外观更加美型，但在大比例有了更多的空间、更大的零件范围之后，也是能把这些东西都做好看了。其实我挺喜欢诈骗，尤其车头这一块最后的一个结合方式，比小比例的那个舒服太多了，而最终完成的两条腿形态看着也是非常不错的。倒是之前魔方在微博上面有宣传出来，为啥这一次大比例直接带的是这个玩具造型的大脚丫子，后来那个动画造型的圆润的胸甲，还有那个黄绿脚丫可能会以另外的配件包的形式发售啊，买不买就看你个人的需求和想要哪种合体的形态了。那么总结来说吧，这一次的放大版诈骗给我的感觉改动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本身魔方小比例的诈骗就已经做到非常棒了，两个形态可以说兼顾的面面俱到，目前来说最还原的单体也毫不为过。而放大版本更是在原有优秀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优化，而且颜色方面调配的也更加像动画片里边的样子，所以这一套最终还是要看它组合起来以后的效果。那么大家觉得这款诈骗放大版修改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我们这一期就玩到这儿吧。